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Sophie。最近在亚马逊上淘到了一套 JAYO 家的丝绸套装，里面有8小卷。为了这些小卷，我还特意打印了料盘，为的就是能把它们放在 AMS 里面用。最后还小翻车了一下。本来收到套装开箱超开心的，然后就不稀稀了。因为好多颜色我都想尝试一下打印出来效果如何，但每种颜色又不想买太多。于是就下单了这个套装，这些丝绸渐变小卷都看着好可爱。我在拓竹的在线模型里面挑了一个评价还不错的料盘模型，说是适用于3滤的小卷。我想着都是给小卷用的，应该差不了多少，就没有去查它的具体的尺寸。当当，料盘印好啦！感觉这个设计挺不错的，它有特别设计了卡住小料盘边边的地方。结果就在我满心欢喜准备装上去开始打印的时候，发现它塞不进去，料盘中间的地方太粗了，几个小时白打印了。于是我又找了一个料盘模型，这一次我有确定它的尺寸没问题。这个蓝色圆环我这一次没有用到，如果料盘中间的孔有些大的话，可以用这个圆环来加固一下。这次总算是能放上去了，这个设计我觉得也不错，两边的料盘扣在一起，然后拧上那个螺丝就好了，把螺丝拧紧一点就好，它就能很好的卡住中间的小料盘。我打印的这2个小卷适配器的模型信息我会放在影片最后。准备上 AMS 开始打印。这是我第一次打印 JAYO 家的丝绸，料盘上有2种温度，对应了不同的打印速度。结果我一顿调试，一顿操作结果操作了个寂寞，调来调去，打印效果都不好。然后我就联系了客服，客服说用拓竹的 PLA 丝绸的预设就好。之后的打印总算恢复了正常。其实刚开始我无视料盘上标注的温度就好了。在之后的打印过程中，我新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在耗材快用完的时候，因为料盘的整体重量会变得越来越轻，在送料和出料的时候，经常会出现卡住的状况，搞得我在用最后一点耗材的时候总是很担心。如果大家有找到好用的小料盘的适配器，希望大家能分享给我。我在想，如果在中间的洞里面塞一点重东西的话，会不会好一些？看一下 JAYO 家的丝绸 PLA 的打印效果吧。这款丝绸我能感觉到它格外的脆，所以说它的支撑应该是比普通的 PLA 好拆一点。丝绸耗材它本身层与层之间的粘度就比较弱，结果这个支撑比我想象中的还好拆，徒手就行了，不用借助任何工具。以后再用它打印摆件的话，我会考虑多加一层墙，希望它能结实一点。今天就碎碎念这么多吧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下个视频见喽。